就產生了這個很日式風的街道，好繽紛、好漂亮的地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們是工程師不寫扣。今天的行程從仁川機場旁邊的雲溪站開始，來換錢以及吃一個早餐。好好笑，也太多飯券。接着來永中的海岸鐵道自行車，2個人一台的話是25,000韓元。沿着海岸線騎行，全長大約5.6公里，來回50分鐘左右，可以看到對岸的月尾島，以及吹着風欣賞海景。聽起來很浪漫，對吧？但它是全程腳動的哦。对啊。塞車了，塞車了！为什麼塞車了？只有一條軌道，我們的速度被前面的人限制了。但這樣悠悠哉哉看風景也是很不錯的，對吧？好笑，它還有平交道哎！哦，還會動哎！很有趣哎，好像不用踩，这也在下面。哦，還有造景哎。哦，水噴到我們了，好像有熱測試哦，水很強哎。退潮以後，海水離得好遠哦，只剩下泥灘。如果漲潮，藍藍的海，波光粼粼，一定更美啊！我們這聲音真的好像火車啊！這樣回轉也太帥了吧！多謝哦。後面怎麼回事？那邊看過去就是月尾島，等等要搭船過去哦。真的漲潮來看，一定會更漂亮。有人在趕海，趁退潮的時候，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撿。鐵道自行車就是沿着這一條這樣過去的，很好玩耶。這個公園意外的有點漂亮，為什麼這麼多紅葉？對啊，所以我就覺得它是古蹟。太平樓啊！看起來不像樓啊。剛剛已經買好船票了，在等待的時間，先來喝一杯咖啡，吃個點心。這一間品項很多，東西也很好吃，重點還是這個海景啊，真的太厲害了。哇，要排隊上船的人也太多了吧！來玩哦！我後來一直想不起來哪裡可以搭船跟餵海鷗。原來就是這裡嗎？好近哦！哦哦哦！好多從我們頭上飛過去。整趟的航行時間大約15分鐘，除了甲板，也有室內的船艙。但我覺得在甲板上吹海風，看大家餵海鷗，以及海鷗的各種空中接柄的表演，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，很快就要下船了。
下船的地方直接就是月尾島的樂園。一時間天空上有太多東西在飛了吧？這是很多節目拍過的 Disco 轉盤，小房間的 DJ 會操控遊樂設施玩遊客。真的很像淡水老街。其實這個海很漂亮，可以不要連音樂都這麼淡水老街嗎？我们還是先回歸這美麗的海景以及街景吧。我好喜歡這裡的悠閒感。但這海還是很漂亮，對吧？對吧？對岸絕對不是巴黎。哎，有公雞耶！這邊就有輕軌站可以前往中華街，輕軌可以看風景，也會經過很美的彩繪煙囪哦。中華街現在是第2、3代華僑的聚集地，除了唐人街的文化，更像是一個文創聚落。這邊還有一個炸醬麵博物館，很多有名的韓式炸醬麵都在這裡。而且這裡是沿着港邊的山坡建立的，不同角度的景色都非常的優美。為什麼會有這麼便宜的帽子啊？才3000呢！3000的帽子真的好便宜哦，比熱狗還便宜耶！來炸醬麵博物館，它就叫炸醬麵呢。喲，炸醬麵博物館，可以順路來了解一下韓國黑嚕嚕炸醬麵的歷史。沒錯，這裡就是發源地哦。為什麼那麼多人在逛炸醬麵博物館？師傅，來一碗炸醬麵。我怎麼覺得這種機車現在台灣還有？啊，不對啊，他怎麼沒有試吃炸醬麵？我就是聽說有試吃炸醬麵才進來的。黑乎乎。這裡好像有很多買伴手禮的地方。萬多福是 wonderful 的意思嗎？路邊的紅燈籠以及時不時出現的中華元素，韓化的食物以及文字造就的衝突感，就是這一片街區的魅力吧。這個關羽好瘦，全部都是《三國演義》的壁畫，這應該是孔子的背影吧？總不可能是關羽的背影。我怎麼感覺我們走了一條很特別的路去松月洞啊？蠻漂亮的。自由公園以及石碇樓算是我個人推薦的隱藏景點。可以看到下面的港景非常的漂亮哦。你有看到嗎？有啊。花瓣小姐噴過來，好酷哦！獅子哎，哦，斑馬哎，哦，梅花鹿哎，狼群哎，羊群哎，牧羊人哎，哇，好陡哦，怎麼會這麼陡？混搭了好多種風格的彩繪啊！其實我也看不出來這是什麼主題。知道它的主題是非洲草原，但它混搭了太多種畫風了。像這些小小的角落都弄得好漂亮。啊，連路邊的小花都超繽紛的。這到底真的還假的啊？哇，好繽紛、好漂亮的地方啊！
樵夫。哦，原來皮諾丘在這裡，在這個城堡的旁邊。突然冒出一個中式庭園。這太浮誇了吧！如果是等要去搭飛機的，或是單純肚子有空間的，這一間儘管買，超讚！我們吃了4樣都沒有踩雷哦。接下來來到就是比較日本風的街道了。以前這邊是通商的地方吧，所以就產生了這個很日式風的街道。感覺跟日本的小樽那一區很像。为什麼有蒸汽火車頭？是真的啊，好精緻哦！應該是真的。它吧。從開港場街可以一路走到新浦國際市場。有雨嗎？哦，這邊可以買泡菜。我只是不理解這個章魚燒為什麼那麼多的。市場裡面有很多好吃的美食，但我們的目標是這個韓式炸雞啊！這整條都在排隊。現場的香味你們可以自己看畫面想象，但大家的眼睛都離不開炸雞。有很多影片在記錄他們做炸雞的過程，飄起來的煙帶着一股鹹辣香，這絕對沒有不好吃的理由。這次的仁川一日遊就在這間炸雞店畫下尾聲啦。看完這部仁川介紹，有沒有激發你下次首爾旅行的靈感呢？我們是旅行工程師不寫扣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這個炸雞真的超 juicy， 放了1小時，外殼還是脆的。我現在剪片剪到流口水。